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建哥。那之前就说了，我们会更新比较多的笔记本视频，因为更新的笔记本呢比较多，所以就做不到特别严格的评测视频。那以笔记本的散热、性能、噪音和使用体验为主。这期的是惠普万应精灵6 Plus。首先看一下外观，长40.5厘米，宽28.5厘米，高3.2厘米，为傻大黑粗的类型。那毕竟17寸的是笔记本嘛。左边为 RJ45 网线接口、HDMI 接口、Mini DP 接口，两个 USB 3.0，一个雷电3接口，一个耳机接口和一个麦克风接口。右边为一个 USB 接口和一个 SD 读卡器。那打开上盖，屏幕是一个144赫兹的 IPS 显示器，色域为91.7 sRGB、64.5 Adobe RGB 和66.5 P3 色域。它亦为 0.3， 那距离官方宣传的100% sRGB 的高色域的话，差的有些多。键盘为 RGB 键盘，带个小键盘，左侧还有6个可定义的按键。那不过不得不说，这个自定义的按键击中异物处，而且键盘的手感极差，非常难用，所以说建议还是外接使用。你只有你自己用了这个键盘才知道能有多难用。看完外观，我们简单的拆一个机。那安野精灵6 Plus 的拆机比较简单，那拆下背面的螺丝，掰开卡扣即可，不算特别难。拆开后可以看到 PCB 是比较工整的，那不像之前的荣耀笔记本里面一堆废线和贴纸，这可能就是手机厂家和 PC 厂家做产品思路上的不同吧。显卡为3热管， CPU 为双热管，其中2根为 CPU 和显卡够用。那这种设计会在单烤显卡的时候导致 CPU 的温度很高，散热器的各个角落都露出一点点铜，并没有完全涂黑，可能就想说那我们用的散热器是全铜的吧。内存为2个3200的美光8G 内存，但只在笔记本上只能以2933的频率运行。那硬盘有2个 M.2 接口和一个 SATA 接口，并且2个 M.2 在接口上都有金属的散热片以降低硬盘温度，好评。SATA 接口预装了一个塑料壳子，可以拆下自己加硬盘。硬盘的拓展性在笔记本里算是挺不错的了。电池为70瓦时，无线网卡为 H201。那不过有些搞笑，这个网卡的天线居然是用塑料片加双面胶固定的，就一个100多块钱的无线网卡。官方宣传所谓的降低75%的网络延迟，不知道哪里来的数据来源。另外 2.4 Gbps 的理论数据你看看就好，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，你又不可能紧贴着路由器去用。接着我们看一下性能，那这台笔记本和上次的荣耀猎人一样，也有3档性能模式，分别是酷冷、均衡和狂暴。基础测试是在狂暴模式下并开启最高风扇转速时候跑的，实现性能的最优输出，当然噪音会到一个无法忍受的程度。首先是 CPU 的 R20 跑分为2885分，意料之中。测试时的频率为4G 赫兹，单烤 IPU 的时候为3.8G 赫兹，功耗70瓦不到。温度呢就比较难看了，为95度。使用 ForMark 单烤 GPU 的时候，显卡频率为140兆赫兹，温度为63度，功耗给到了115瓦。那双烤的时候 CPU 的频率是 3.5G， 温度为95度，功耗50瓦。显卡频率为1400兆赫兹，温度67度，功耗依然是115瓦。此时 C 面的最高温度仅40度。而且温度最高地方也不在 WASD 面，这点还是挺不错的，不会发生烤熊掌的情况。毕竟是最吵的模式，那出风口那边就比较热了。适配器那边的输入功率为230瓦，也没有发生掉电的情况。硬盘使用是三星的 PM911A， 属于高端的 NVMe 硬盘，连续读写都在2900兆每秒上下，温度50度还是可以的。实际的游戏环节 ，PUBG 3级日化之下 ，CPU 运行在 4.2G 赫兹，温度90多度，功耗50瓦。显卡频率1700兆赫兹，温度67度，功耗还是115瓦，平均能到150帧左右的帧数，可以满足144赫兹的需求了。就是温度实在是不好看。再看一看极品飞车，开最高画质，这个游戏依然是对 CPU 和显卡的双重考验。我们试试看，在笔记本的3种不同性能模式下，会对游戏的性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吧。3个画面分别是酷冷、均衡和狂暴模式。酷冷模式的平均帧数74帧 ，CPU 3.6G 赫兹，温度82度，功耗40瓦。显卡温度63度，均衡模式的话，平均帧数69帧 ，CPU 3.3G 赫兹，温度80度，功耗40瓦，显卡温度为66度。狂暴模式平均帧数是74帧 ，CPU 3.9G， 温度接近100度，功耗55瓦，显卡温度68度。3种模式下，显卡的功耗都是115瓦，频率是1800兆赫兹上下，只是 CPU 的频率和功耗有所不同。但是狂暴模式的时候 ，CPU 的高温传递到了显卡那里，导致显卡的话，它也是一直不能稳定在180兆赫兹每秒。反而导致了一些性能损失。实际玩游戏开这模式还是要看具体的游戏和各位的取舍了。那最后呢，总结一下这个惠普的安精灵6 Plus，
17寸的机身带来了比荣耀猎人 V700 多15瓦的显卡功耗以及更低的温度，但是噪音呢依然不小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对这款惠普的暗镜6 Plus 的评价如何？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。有关观众别忘了点一个小铃铛和点一个赞，因为我们是全职的 YouTuber， 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玩客 CLK。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，可以来我们的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。这是潮玩客，我是建哥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